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我们这一期呢来做一个中美经济情况的对比分析的一个视频啊，一起来探寻一下，在目前全球经济呢都比较艰难的情况下啊，中美各自经济情况的异同，以及他们呢各自应对措施的这个差异。那相信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我们今天呢先来讲一讲这个中美失业情况啊，各自的这个失业情况以及他们的失业救济措施。后续呢我会陆续做一些中美不同维度对比的视频。让大家全面的了解和体会啊，这两个世界的最大经济体啊各自方面的优势、劣势啊以及异同。那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讲这个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我们讲讲中美两国的这个失业的一个情况；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下两国啊各自应对失业人群的这种救济措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失业情况。那中国呢，关于失业的情况啊，只有一个城镇调查失业率。啊，就是2月份的这个调查失业率的这个数据呢是6.2%，那3月份呢是5.9%，啊，下降了0.3个百分点。那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尽管受到了这个影响，啊，但总体的就业形势很稳定，啊，全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种裁员现象。那关于中国失业情况这块呢，总体来说啊，国内的数据啊比较模糊啊，或者说不是很准确。那有3类情况呢，啊，我们必须考虑到。啊，第一类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隐形失业人群啊，就是尤其是这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啊，他的失业非常难调查，因为它流动性非常强，中小企业也没有动力去配合你去调查啊，没有被统计局统计到。那第二类呢，就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员工他虽然没有被裁员啊，但是呢，企业可能给他放了无薪休假。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虽然没有裁员，但是企业给了他最低工资啊，比如1500啊、2000啊，让他维持一个基本生活。那这个调查失业率呢，总体来讲啊，被大众吐槽啊，吐槽不多，吐槽比较多啊。中国的失业情况呢，可以说比较难去判断。那你只能根据一些微观的情况去感知啊，比如说一些微博的爆料啊。前几天呢，有一个大 V 爆料说，这个海信啊，就是中国最大的彩电企业海信集团裁员1万人。那还有就是互联网上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裁员的消息。啊，或者是你根据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这个反馈的一些情况啊，去感知这个中国的一个失业情况。所以你在中国呢，你很难拿到一个具体的啊，或者很准确啊、可信具体的一个数据啊，来全面反映中国的一个失业情况。那总体来讲，我觉得没有啊特别好的一个指标。这是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失业情况啊。总体来讲，你要官方数据呢，它就只有一个，就是调查失业率。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那美国的失业情况呢，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来看这张图啊，那这张图呢，就是显示美国的这个从1970年代啊，一直到现在的一个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一个情况的图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突兀啊，从3月21号开始啊，突然开始暴增。那美国的各个州呢，其实就是从3月14号左右开始封城的啊，叫封城也好，反正居家指令也好啊，就从3月14号开始的。那当州呢申请的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就达到这个330万。那之后的3月28的那一周达到686万啊，再往后4月4号那一周呢达到661万啊，直到最新的这一周，也就是最近的这一周呢是524万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非常清晰啊，这个非常陡峭的一个上升状态啊。短短4周之内呢，总的失业人数啊，全美总的失业人数达到了2203万，大约占到了劳动力总数的是1%啊，也就是12.5%。那美国的总人口呢，大家知道是3.28亿。那它的工作人口呢是1.76亿啊，所以整个失业人口的2200万啊，它占到了工作人口的这个1%强。那这是美国的一个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失业的情况。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啊，这张图呢，它是在这个2008年啊，反映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呢，美国一共创造了2240万个就业岗位。那然后在这4周呢，就有2200万人失去了工作啊，可以说是10年的获得的这个就业增长啊，在这个一夜之间又丧失了。那美国的大萧条期间，大家可以看到啊，失业人口不过也就是870万啊，当然那个时候的人口，美国人口也没有现在这么多。那大萧条期间的失业率呢，高达25%啊，也就是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失业啊，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失业状况。那目前的美国失业率是大概是刚才说是1%啊，也就是12.5%啊，也就是目前是大萧条的1半的水平。那未来呢，随着这个5月份啊、4月下半旬啊，甚至5月上半旬，可能失业率还会有一个上涨。
那这里我说一下啊，可能这个和大萧条呢也不能简单的类比啊，因为目前的这个1%的失业率呢，它可能是偏短暂性的啊，就是说如果2、3个月以后啊情况有所好转以后呢，企业能恢复运营啊，企业没有全死掉的话，那整个失业的数据呢它就会迅速的下降啊，除非呢这次情况也演变成一个大萧条的情况啊，否则的话呢，那这个情况和1929年的情况还有点区别啊，不能直接类比，因为1929和1933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萧条啊，整个4、5年的一个萧条，失业人群长期都维持在一个高峰状态。那直到直到这个罗斯福的这个新政啊，也就是这个实施这种凯恩斯政策啊，加强基建啊，各种建设，那才有所缓解。好了，这是给大家对比的这个中美失业的一个情况啊，我的总体的一个感觉就是，中美现在失业情况呢可能差不多啊，美国呢是1%的失业率啊，12.5%的一个失业率。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呢，虽然看上去比较低，5.9%，但是呢，我给它拍一下，拍到8%啊，我觉得可能比那个要高一些。再加上4月份开始的这种外贸企业的这种订单的消失，啊，整个的一个失业率可能在12%啊13%的一个样子，可能是跟美国我觉得差不多的一个状态。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第二部分啊，也就是中美两国对失业的这种救济政策。那中国呢，其实也是有这个失业保险金的啊。大家不要以为中国好像没有失业保险金啊，因为你平时生活中就是或者是听朋友啊，或者是网上啊听的比较少。那其实工作中呢，我们交的那个五险一金里面呢，就包含了失业保险金啊，只不过费率非常低啊，个人和企业加起来只有工资收入的1%啊，很低很低。那所以呢，整个失业保险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好像没什么存在感。但实际上呢，中国啊，就是根据有一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啊发布了2018年它有一个统计公报，它里面统计呢，就是中国现在大概有接近2亿人在交这个失业保险金，然后每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呢，大概在230多万啊，每月可以领取的金额呢，大概是1266元啊。那这么多年下来啊，因为交的人比较多啊，你看领的人很少啊，交的人将近2亿啊，领的人只有200多万啊，也就是1%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整个失业保险金的结余呢，目前有5817亿。那18年呢，整个失业保险金呢，就是收入呢是有1171亿啊，基金的支出呢是915亿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失业保险金呢，啊，它是可以收支相抵的，而且还是有结余的。那有人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领取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人这么少啊，以至于生活中就是你很少听到啊，或者是网上你也看不到。那主要呢是有这么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身这个失业保险金啊，在中国它领取的门槛比较高啊，你必须是非本人意愿中断这个就业啊，什么意思？就是说必须是要么合同到期了啊，单位不给你签了，或者是呢你被单位辞退了才行，就是你是被动的这个中断就业。那如果离职了呢，你还得让这个原来的用人单位去配合你，把一些材料呢报送给当地的社保局备案啊，你才能领到这个失业救济金。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门槛比较高。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很多人失业以后，他第一反应啊，不是去申领这个失业救济金啊，他第一反应他是赶快找到下一份工作啊，因为这个找下一份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对吧？那个失业保险金能有多少钱呢？啊，何况还好多人他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有这个资格去领这个失业保险金。好，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如果你领取了这个失业保险金，那你这个期间呢，你就不能再缴纳这个养老保险了。那很多人呢，他是养老保险他是不愿意断缴的啊，他希望这个一直延续的缴下去以后，给未来自己有一个好的退休保障。所以综上呢，就这3个原因啊，给大家讲了，一个是门槛比较高啊，一个是这个失业的人失业以后，他第一反应是找工作啊，而不是领保险金。第三个呢，就是说啊，你这个期间领了失业保险啊，你就不能再缴纳这个养老保险了。综上这3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失业保险金在中国的失业保障水平呢，啊，可以说微乎其微啊，就是不说它金额高低吧，就光覆盖面它就非常窄啊，每年只有200多万的人，太窄了。那所以这次经济下滑期间呢，整个这个失业救济金啊，就是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啊，这个领的人应该也不会太多啊，如果太多的人去领了，这个金额也可能也不够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大家会说，那为什么不直接给国民就是发钱呢，对吧？那中国这次也没有采取，对吧？而是直接采取了给这个居民发消费券的模式，去刺激消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费券啊，刺激消费的情况。那这个政府它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一个刺激效应啊，讲究的是一个杠杆效应。那就是说我政府呢出一部分钱
啊，然后刺激你花更多的钱去消费。大家看一下这个商务部这个数据啊，就是他说是个别地区呢消费券的乘数效应达到了11倍啊，比如杭州发放了这个2.2亿的消费券，那它带动了23.7亿的消费啊。那这个消费券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啊，其实呢就是跟你去商场购物一样啊，就是你满300啊减45元，比如满200减35元，满100减20元啊，然后那个45、35、20元呢就是那个消费券。那我说一说，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政府他不选择发钱呢？就是而是给消费券呢？那这个专家呢，他先给了一个理由啊，他认为啊，他给的理由呢是说中国人爱储蓄，你要是给他发了钱以后，他可能存起来就不花了，而且啊，这个发消费券呢，你可以刺激他消费啊，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这个消费欲望。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点残忍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呢，虽然你爱存钱啊，但是你要看中国人有多少人有储蓄啊。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报道嘛，就是说中国5.6亿人的存款为零啊，5.6亿人的存款为零，居然啊，如果这个报道准确的话啊，这个数据准确的话，那其实我们想象也知道啊，中国其实很多家庭就是如果他断了收入以后，我估计啊3个月啊撑3个月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那你给他发消费券呢，他们其实缺的不是这个消费券。啊，他们缺的是能用消费券的那个钱啊，他连这个基础的钱可能都没有，就更谈不上怎么去用这个消费券了，对吧？否则你给他啊，就是发了消费券以后，比如这个满300减45，他连那个300都没有啊，他怎么去用那个45的券呢？所以说专家呢有时候说话，我觉得还是过于残忍了啊。所以我认为，整个这个就是专家他说的这个发消费券不给钱的理由啊，我觉得站不住脚啊。其实对个人和家庭啊，最直接的帮助呢，还是直接发钱啊！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呢，也都是采取发钱这种形式的啊，包括这个香港和澳门地区，它也是直接发现金。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一个情况啊，它一个是先发了钱，就是啊，这个一个成人$1200，然后夫妻2人呢是$2400，如果是一个小孩呢是$500啊。这样的话，你一家，比如说啊，一家4口啊，夫妻2人加2个孩子啊，那就是将近$4600，对吧？$4600，这个呢其实不是大头啊，大头呢其实是美国的这个失业救济金啊，失业救济金。正常情况下呢，失业救济金平均呢是一周大概是$378啊，一个月呢差不多也就是$1300-400吧。那这是就普通的情况下，比如在08年那种金融海啸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普通情况下失业救济金。那这次呢，因为情况特殊啊，每周呢他又多给了$600啊，那就是说啊四周呢一个月就是$2400啊，所以现在你看美国的失业人群啊，他其实一个月可以领到大概$3500到$4000的一个水平啊。那当然，那$600就是多出来的$600呢，那不是说一直可以领很长时间，那个呢延续到7月底就结束了。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啊，那这张图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美国的一个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一个金额的大概情况啊。你看它那个每周的这个最低限额啊，就算上那600以后，它是可能就可以达到$800一周。然后如果是高的那个区间呢，就可以达到1200啊。你看那个华盛顿大概每周是$1092啊，那4周呢就是4000多。然后夏威夷呢是每周是$1133，那4周呢将近也$4500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在这个特殊期间啊、特殊情况下，就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每个月的这个失业救济金的金额，这个才是大头啊，这个是比较多的。好了，这个就是跟大家先聊这么多啊。那下期呢，我们再聊一聊中美两国啊各自对企业的一个支持措施啊和政策啊，尤其是对这个中小企业的支持。好了，刚才我讲的那个数字稍微说错了一点啊，就是这个美国的如果一个4口之家啊，夫妻加上2个小孩的话啊，那加起来是$3400啊，我说错了对吧？啊，好了，节目到最后呢，我想特别感谢一位观众啊，他叫金雷啊，他帮我搜集了这个美国的一些数据啊，再次特别感谢啊。我的观众里面呢，如果有比较了解其他国家经济情况啊，可以通过邮箱跟我联系。那我们呢可以一起做一些中国跟其他国家经济情况的比较分析的视频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转发、订阅、点赞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